嗨，大家好，我是 Julie，你们好吗？很多公司在季度尾或者是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些 performance review， 去回顾自己近期的表现。今天呢，我想要做一个我生活上的 performance review， 带大家跟我一起回顾我的2023年，看看我一整年的努力还有目标是不是都有所实现，同时也看看是不是有哪些可以进步的地方。那影片的最后，我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明年2024年目前所做的一些计划还有安排。那今天的回顾呢，我主要会聚焦在2个部分，第一个是工作，第二个是生活，因为这2个呢是我大部分计划还有目标的核心。工作方面的话，我今年一整年是有8种不同的收入来源，我会跟大家分享这8种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别是什么，以及他们各占我全年总收入百分比的多少。生活方面呢，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我会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中6大非常推动自己自我成长的一些时刻。好，我们先从工作方面的回顾开始。今年一整年呢，刚刚前面有提到我有8种不同的收入来源嘛，那这8种呢，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4大类。第一类呢是我的正职，第2类是我的租金收入，第3类是我的 YouTube， 第4类呢是我的投资。那我们先讲一下正职方面的部分。总的来讲，我觉得今年一整年我对我自己的工作表现是还蛮满意的，同时我也非常开心。今年在公司 review 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加薪，最后是拿到一个 double digit 百分比的加薪。我的正职薪资在我的1年的总收入是62.35%。那正职呢，其实是现在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有升职，从这个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Lead 升到一个 Manager 的角色。那经过这个升职之后，其实它对我今年的工作来讲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以前呢，我更多的是 focus 在商业分析还有系统管理这方面的工作，但今年呢，更多的 projects 都是涉及到资源整合，跟很多不同的部门一起合作规划，对于业务可以带来更大影响力的商业策略。同一时间，我还必须要提升自己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优化预算。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内容对我来讲都是很新鲜、很有挑战性，我也学到非常的多东西。那除了原本的基本薪资之外呢，我的正职还要带来给我第2个收入，也就是奖金的部分。今年的奖金我是非常的惊讶，就是我不太清楚说个人的表现还有团队的表现对这个奖金的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所拿到的奖金是占我全年总收入的23.62%，给我明年很大的动力，让我可以好好的努力继续工作。那接下来就是我第3个收入，也就是房租的收入。在加拿大的房子其实现在是有稳定的租客的，那我今年一整年的房租收入大概是占我总收入的8.29%，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蛮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每年都会有一定比例的增长，虽然不是很多，因为加拿大有 rent control， 但是呢还是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下一个收入来源呢是 YouTube。其实说实话 ，YouTube 的收入带来给我的惊喜，比我正职那一份奖金给我带来的惊喜还要大非常多。因为我的频道其实大概是从2020年4月、5月就开始了，从那时候到今年之前，一直都是没有收入的，我就是靠我的兴趣跟热情在做。因为我平常就是以我的正职为主，我下班发我喜欢发的影片，分享我有兴趣的内容，没有收入，当时做的也是蛮开心的。在进入2023年之前，我的订阅应该不到2500人，订阅没有很多，观看也没有很多，所以是没有任何的广告收益的。是直到大概今年3、4月的时候，可能刚好很幸运的被演算法算到，才有更多人注意到我的频道、我的影片，这才慢慢的带来一些广告收益。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虽然做这件事情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兴趣跟热情，但是额外的一些收入对我来讲也是多一份健康的动力。那 YouTube 衍生出来其实有带给我3个不同的收入来源，第一个是 YouTube 广告收入，第2个是广告业配，再来是 affiliate。那首先是广告收入的部分，我今年总共是发布了22个影片，广告收入呢是占全年总收入的1.27%，也非常感谢那些欣赏
我的频道或者是影片的一些厂商。今年呢，我总共有跟3家厂商合作，发布了5个合作影片，业配收入呢是占我全年总收入的1.22%。最后呢，我有的时候会在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产品。那有一些厂商呢就会支付佣金，但这个部分的收入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主要都是推荐我自己都有在用的产品，但是我有用的产品的厂商不一定会找我合作，这部分的收入只占我全年总收入的0.03%。最后一个收入来源呢是投资的部分，在投资方面我就有2个收入来源，一个是股票的收益，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基金还有定存的利息。股票方面的话，我觉得今年的表现我觉得算是非常不错的，今年跟去年相比呢，我的 growth 是55.14%，主要的获利都是来自于 Tesla 跟 Microsoft， 这里没有做任何的投资建议，自己也不是非常会投资的人，我在非常不对的时间点卖出 Nvidia， 我悔恨到现在。我的股票的收入是占我全年总收入的2.9%， 也就是说我炒股赚的比 YouTube 还要多。然后呢，我的定存利息以及基金的部分是占0.32%，投资的基金相比股票来讲，其实算没有到那么多，很大一部分在加拿大的退休账户，所以是加币。因为我其实是去年才搬来美国的嘛，这之前我都是在加拿大，那今天百分比都是我换算成美金来计算的。以上呢就是我今年一整年所有的收入来源，虽然做得不错，但是肯定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那接下来是生活方面的回顾，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的2023年的话，我觉得我会用感动这2个字来形容，因为今年一整年我觉得我真的发生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时刻。首先呢，就是我在今年的时候订婚了，很开心可以在今年呢跟另外一半决定一起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我想到未来都可以2个人一起规划生活，我就觉得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可以激发更多的可能性，可能之前没有想过，或者是想过但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之后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同时呢，知道在未来不管是经历开心或是难过，都有另外一半在旁边支持，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第2个很感动的 moment， 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回了台湾，那一次回去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回到台湾。回到台湾的家，吃好吃的东西，看看台湾的朋友，还有台湾的家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感动。我也会希望之后有机会呢，可以常常的回去台湾，不要每一次都等到5年。尤其因为我的另外一半不是台湾人，我希望之后可以常常回去，带他更多的认识台湾，吃好吃的东西，见见家人，熟悉台湾的环境，成为正港的台湾女婿。那下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呢，是我今年有机会到很多城市去旅游，总共是去了5个国家，10个不同的城市旅游。这些城市包括那除了旅游之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让我自己很开心、很感动的体验，就是远距工作。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有宣布，就是 return to office 至少2到3天。The fact that 我们的公司还是持续的 fully remote，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很珍惜。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游，自己努力在职业上面成长的同时，在生活中也有全新的体验。下一个2023年我觉得很感动的 moment 呢，就是我买了 Tesla Model Y。Tesla 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车，这台车也带我们去到了很多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体验。我们甚至还在 Tesla 上面做了一个露营的影片。这台车带给我们的新鲜体验真的不少，所以这是我觉得算是今年蛮感动的一个部分。最后呢，我觉得2023很感动的 moment 就是我在美国买了第1间房子。虽然它不是我人生第1间房子，但是我觉得我在美国买房真的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它跟在加拿大买房其实过程上来讲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地
地方，要注意的地方也很不同。而且除此之外呢，在异地工作打拼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家，我觉得这大大的提升我的生活品质，也给我很多安心还有幸福感。所以买房呢，绝对是我2023年最感动的 moment 之一。那分享完这个工作回顾还有生活回顾之后，我对自己的努力还有一些设定的目标都有达到，感觉非常的开心。我之前在50 Facts About Me 里面的影片好像也有说过，希望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我觉得以2023年来讲，我也有达到这个最大的目标。在工作方面来讲，我做着自己很热爱的职业，在自己喜欢的公司，同时也有拿到不错的薪资报酬。家庭方面呢，跟另外一半的感情很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同时我跟自己的家人跟双方的家人的感情也都是非常的好的。朋友方面，因为我可以远距工作的关系，在加拿大的朋友跟美国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定期的见面，也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新朋友。同时呢，财务状况跟生活品质也都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非常期待我的2024。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明年的一些计划。但是我先跟大家说明，就是我比较少提前完整的 plan 好我一年的计划，更多的是会 plan 一个大概的方向。明年的话呢，工作方面其实我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我不会跳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申请绿卡，所以其实我不太适合去换我的雇主。除此之外呢，我其实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才刚升上经理，我希望可以更多的累积这方面的经验，除非是我被裁员。但是仔细一点的话，更多的会 focus on 看看怎么结合数据分析以及 AI 这个部分，我大概可能会花30%的心力，我70%的心力其实更多的会放在我的 soft skill 上面。未来的职业方向希望可以走管理的这个方面 ，leadership skill 跟communication skills 是非常非常吃重的。很多人都可以做商业分析，这个技能有很多的课程，甚至是学校在教。可是 leadership skill 跟 communication skills 很多时候并不是上课就可以学得会的，很需要有职场上的累积。很多时候甚至职场都不一定有给到你这个机会，可以让你去累积这些 skill。我明年在制定 projects 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更多的锻炼自己这2个技能，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更好的主管。YouTube 方面呢，我跟今年一样不会差太多，我就是拍我想拍的影片，分享我想分享的内容，希望可以就是自然的透过 YouTube 认识新的朋友，甚至是跟观众当朋友，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对于 YouTube 这方面唯一的计划就是明年比今年拍更多的影片，所以我要拍22支影片以上。那投资方面呢，还是一样，就是股票、基金跟定存，不太会有新增其他的投资项目。生活方面来讲，我会有2个比较重要的安排。第一个是结婚，我跟我另外一半呢决定我们会在西雅图结婚，时间还没有很确定，但是结婚的流程程序就是跟传统的结婚流程程序不太一样，很期待明年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安排呢，就是在旅游。明年目前预计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旅游，我们现在 plan 好的至少都有5个，最多的话可能会到8到9个。有一些是单纯旅游，有一些是远距工作。如果是远距工作的话呢，我就会用 YouTube 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带大家跟我一起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还有工作方式。同时呢，如果是单纯旅游的话，我可能会尝试用 Reels 去记录这一切，分享给大家，带大家跟我一起看世界不同的角落，吃不同好吃的美食。影片的最后，我还想跟就是所有看过我影片的观众说一声谢谢，尤其是那一些就是有私信我留言的朋友，收到了非常多的鼓励，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感动。我没有想过就是做 YouTube 可以有获得这样子的收获。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影片，或者是你有想分享的东西，欢迎你加我的 Instagram， 可以跟我聊天。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明年见喽，拜拜。